了132年的鳗鱼店，有什么好吃的呀？而且曾经日本身份最高的那个男人钦点御赏的鳗鱼饭，这规格好像是跟街边的鳗鱼店不太一样。它在奈良这儿真的遍地都是小路，它真的很温顺，好可爱呀！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，我们去的这个鳗鱼店它很好找，因为这个店外面还有个城墙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进门就是一种日本贵族宅邸的感觉。脚下这个小石子是防刺客的，他家是创于明治24年，不愧是100年老店。它这个楼的构造之复杂，感觉只有去古都旅游的时候才能看到这种楼。开始吃饭，一顿完美的鳗鱼饭料理一般都会有非常多的前菜。第一个菜是凉拌鳗鱼就是把烤过的鳗鱼泡在凉水里，然后拌上凉菜，像是兰州牛肉面配的小凉菜，黄瓜会特别的吸水。然后是鳗鱼玉子烧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鳗鱼做法之一，很像是在吃老式海绵蛋糕的感觉。鳗鱼的味道会进到蛋里面去，就它整个蛋嚼起来都有一种鳗鱼的那个香香的味道。玉子烧的部分就很像女王卷外面那个蛋糕胚，绵绵软软的，很有空气感。鸡蛋那个淡淡的甜味和鳗鱼的腥味融在了一起，真的很开胃。前菜一般还会上一个水煮鳗，就是最没有味道的鳗鱼，它能吃到鳗鱼本身最新鲜的味道。那我提问了，为什么不吃鳗鱼刺身呢？它这个水煮鳗吃起来很像一坨肥肉，蘸一点132年前的老陈醋，还是要加点紫苏叶。下一个菜是很常见的鳗鱼干，鳗鱼干是鳗鱼的内脏里面最好吃的。鳗鱼干的口感其实很接近鸡心，又滑又弹。第一次吃它可能会觉得有点苦，嚼块肉里面是那种很细腻的质地，舌头碾碎的时候还会觉得很顺滑，很像鸡的卵巢的那个口感。然后接着是鳗鱼蒸蛋，它这个是不是在比哪家做的更烫啊？它这个蒸蛋里面有一半都是鳗鱼，吃起来像冰豆花一样滑嫩，上面的鳗鱼就很像肉勺，带着一股很浓的鱼肉香。来这儿的鳗鱼蒸蛋一定要单点，单点里面的鳗鱼特别多。他家最早是以红白双拼烤鳗出名的，一般来说是先吃白烧再吃蒲烧，但是其实你要是把两种混着一起吃也很好吃。盐烤的味道会比较清淡，但是鳗鱼肉它本身就有很浓郁的香气，一口下去像是吃了一口很厚的猪油渣，又有点像脆饼。我觉得白烧加酱油会很好吃。吃完这一大堆，就到了今天的重头戏——鳗鱼饭。鳗鱼饭上面那个鳗鱼的做法完全不一样，它是烤了又蒸，然后再烤，就是为了保证它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。那个酱料包裹着鳗鱼，真的是薄薄的一层，像是一层糖衣，真的是恰到好处的甜味。鳗鱼饭一道一大口一大口的吃的，米饭它也是颗颗饱满，就是挖一口肉一起吃，很像是在吃红烧肉盖饭。他们家的特点是酱油味会特别重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鳗鱼到底有没有刺儿？它其实是那种很小的软刺儿，再加上烤蒸烤之后，那个骨头基本上就没有存在感了，很好吃。但是说真的，现在好的鳗鱼饭店已经不多了，要这种入口即化又肥而不腻的店真的很少，且吃且珍惜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维尔。今天去的这家是直接把爷给吃笑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跟我上前菜，我要生气了哈！你说前菜好吃也不能上这么多吧？这光前菜就吃了我2个小时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 Z， 今天就突然很想吃那个，又到了吃寿司的日子。这家看网上评分好像还不错。你美的这种稍稍高级一点的餐厅一般都是没有图片的，非常少，但是师傅非常帅，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个欧玛卡塞的套餐。欧玛卡塞套餐意思就是指你爱上什么上什么吧。不过桌上也有写一些本日的食材推荐。第一个前菜是2颗螺丝，其实这个肉还挺多的，很浓的海盐味。作为小菜的话，味道其实还可以。接下来这个就比较重量级了，生的白子。我其实是有一点不敢吃的，视觉上面过于震撼。主要是这个它还是生的白子，生白子。就是那个胆固醇的味儿特别重，但是有一说一，它是好吃的，一点点鸡肾的味道，再伴着一点酱料的酸甜，其实我还挺推荐的。接着还是一份长相十分震撼的菜，海胆章鱼丝，就是把海胆炸成酱之后，和生切的章鱼丝混在一块儿，其实就是海胆的味道，还不如直接给我上一份海胆。然后这个是我今天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道菜，甲鱼汤，它端上来特别的香，就那个甲鱼的油都在泛光，而且肉也不少，味道还特别的浓郁，甲鱼皮也还是很 Q 弹的那种。这个菜可以说是今天的极品了。接下来是刺身，一共是6种海鲜，然后里面的这个是紫苏叶的宝宝，吃法的话就是紫苏叶卷一点肉，然后再加一点萝卜丝儿和这个种子，卷起来一口吃的话，口感会很丰富。甜虾就是越吃越饿，鲷鱼和金枪鱼就不用说了，厚切的真爽。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青花鱼，虽然鱼腥味确实很重，但是吃起来巨香，味道特别大。然后又给我们上了一道组合菜，鲍鱼刺身加鳗鱼烧。鲍鱼的话可以蘸一点这个鳗鱼的干，是一种苦茶的香味儿。鳗鱼是烤了之后凉拌的，这个倒不是重点，它下面那个黄瓜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手工真的可以把黄瓜切成这个样子吗？吃完这个又是一份汤，这个真的是一家寿司店吗？而且这么小一碗汤还重新配了餐具，实属有点夸张了。不过他家汤为什么都这么好喝啊？然后是一份西京烧烤鲷鱼，是一种甜口的烤鱼肉，味道香香甜甜，上面涂的那个应该是蜂蜜。接下来你想不到吧？我们还有前菜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茶碗蒸蛋，里面是一坨很大的蟹肉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终于吃到了最后一份前菜——海老味增汤。这碗汤下肚之后，我也已经忘了我今天是来吃什么的了。直到服务员端上来一盘寿司，从未这样期待过寿司。这家店的经营理念是不是先让顾客饿2个小时，这样最后的寿司就显得无比的美味？像那个青花鱼寿司，鱼肉已经把米饭完全包裹住了，蘸一丁点酱油，特别过瘾。海胆寿司还是寿司之王啊！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都说成都是一个非常不相信米其林的城市，那我作为一个成都人告诉你，确实哈，
我们一般成都人给外地推荐餐厅，都是一些自己觉得比较好吃的苍蝇馆子。在成都吃这些红油锅底的美食，还是要找藏在老社区的那种店，好吃惨了。那一起来试试看吧。就是看它这些可以往里面加的配菜，还可以加鸡肾，很便宜，什么都想往里加。但是就在他那个打原汤碟的时候，还是值得说一句。然后我成了整个桌里唯一一个用油碟的人。非常逊，他家这个肥肠真的很软糯，因为它里面留了很多那个脂肪，这个应该是先卤过的。你又觉得它处理得很干净，但是它又有原有的那个味道，你们懂吧？那个猪肚超有嚼劲儿，咬起来感觉像是猪肚上面抹了一层面皮，面面的口感。再端着一盘成都蛋炒饭往嘴巴里面刨，真的好安逸。蛋炒饭是那种焦香的，只要米饭粒粒分明就可以。我第一次在火锅里面吃到鸡肾，它给我带来的冲击就是不亚于提灯，就是爆浆的胆固醇。我感觉这个菜只存在于川渝的火锅，但它爆浆的那个感觉真的很上头。他家的鸡肉也是很紧实的那种，主要是入味儿，就是锅底的红油香料能够从肉里面挤出来，虽然有点辣，但它是牛油锅底的醇香。四川的菌干一般会改成花刀，这样煮出来不仅嚼起来很有层次感，而且很入味儿，就是又脆又韧，每个缝隙里都能尝到花椒味。这次是我和朋友久违的一起吃饭，小酌一下真的很快乐。吃这种红油的辣锅就要配冰的梅见，它真的是我和朋友的见面酒，加了冰块后的梅子酒会比纯饮口感更好，因为冰块在融化的过程中会逐渐释放青梅酒的香气。梅见的酒精度只有12，只会让上头却不会过头，而且还可以加入苏打水、茶和柠檬水，就能喝到不同的口感和风味。好了，还是要再来个菌花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改刀的原因，这个菌花真的是全场最辣。吃了半天，终于吃到了今天的重点，小兔子。兔子真的全身上下的肉都很细嫩，一点柴的部位都没有，而且软嫩的同时又没有失去弹性。然后这个肥肠煮到后面会更好吃，因为牛油已经香到那个肥肠的褶皱里面了，就是肥肠的油和红油一起慢慢散开的感觉，就要用蛋炒饭来升华它。我感觉比较能吃辣的人根本不用蘸油碟，直接吃锅里捞出来的就已经很香了。你还可以来盘干碟。据说吃碳水的时候，大脑会分泌很多多巴胺。果然碳水是连接大脑的。虽然很久没回家了，但成都的火锅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。除了想念那种麻辣鲜香的味道，其实更想念的是聚会欢乐的氛围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4个壮汉吃了这么多，还可以，嘎面。我今天做了一件我一直很想做的事儿，就是你们都知道迪士尼有很多坑钱的东西。本来我在迪士尼只是想买个爆米花，但它出了一个这个龟儿子限定版，然后我就越看它越觉得可爱。这个真的太可爱了，我现在打算去看一下，看有没有还有别的东西可以买的。这个楼就是迪士尼里面最坑钱的地方，你看里面的人都是怎么买东西的。确定这个不是代购吗？今天我们也来体验一下，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把所有的龟儿子都接回家。好像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进门之后右手边就是个柜子，上面卖的是一些挂饰，这种小挂饰我其实是觉得最坑钱的。你说大一点贵一点我都能理解，这个这么小都这么贵，这不明摆着抢钱吗？这个再贵我也要买。这是第一个，进去吧你。然后隔壁旁边还有一个柜子，众多流量明星中一眼锁定了你。哦，旁边还有卖这种没有穿衣服的，这个应该是原版，大的手感好好啊。这太可爱了，家人们，拿来吧你。继续扫荡旁边的柜子，这个角落发现了2种沙滩裤版本的，好可爱啊！进去，然后是这种零钱包，好像也可以拿来装耳机，这纯纯的自我安慰了。这是儿子的衣服，东京迪士尼20周年限定版，哇，这一面墙才可爱。这是刚才沙滩套装的放大版，乖惨了，好像全场只有2件龟儿子的衣服。再买个儿子，我一眼锁定了这个龟儿子的头包，这个儿子的表情有点呆滞啊，换一个，呆滞，这个好像还挺可爱的，乖惨了这个。进去吧你，我跟你们说这个才可爱，我的睡龟，这就是一个艺术品啊，家人们，跟我回家睡吧。还发现了跟那个熊一起的杯子啊，这什么啊？这是泰迪熊吗？这样喝水都是海盐味的吧？最后发现了一个小的裸体龟，我朋友还说它和星黛露很般配，但我才不会把龟儿子嫁出去，它是我的。我应该希望最后买了这么多，你们猜花了多少钱？好像也没有很多。最后我们就直接在店门口把衣服换上，刚洗完澡的样子，穿个外套，戴个帽子，拿把吉他，乖，这是他好朋友的衣服，出来吧你。我像一个给孙子穿衣服的老奶奶，但这个真的是乖惨了，好像全部抱在手里还是有点多，感觉甚至赚到了，这什么错觉啊？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大家还是要节约钱，不要乱买，看玩意儿。